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可能改变人类未来的重大技术突破，叫 Commonwealth Fusion System CFS 公司核聚变技术创新啊。大家不要被这个长名字吓倒啊！但是这家呢是从 MIT 分拆出来的公司啊，就麻省理工，正在用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呢，让人造太阳离我们越来越近啊。那么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太阳的能量搬到地球上会怎么样呢？核聚变呢就是这样的技术。但是几十年来这个梦想呢一直是距离现实太远直到最近一个重大的技术突破，让这一切梦想忽然变得触手可及。2018年一群 MIT 的科学家创立了 CFS 公司他们没有选择建造更大的装置，而是走了一条出人意料的以小博大的道路，这样他们在短短几年内呢就取得了惊人的进展。那说到核聚变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在地球上创造出一个小太阳，并且控制住它，这就需要超强的磁场。那传统的核聚变装置比如说在日内瓦建造的 ITER， 它的体积庞大，造价呢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而 CFS 就说我们可以造更小的，这听起来是有点疯狂，对吧？但是他们真的做到了那么秘密的武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他们研发的叫 Vapor 超导磁体。这种使用稀土被动氧化物制造的这种高温超导体可以产生20特斯拉的这种超强磁场，几乎是 ITER 的2倍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在托克马克装置中存在一个叫做磁场强度4次方律的这么一个物理定律，就是核聚变的功率密度和磁场强度的4次方成正比。这就意味着呢，将磁场强度提高不到2倍，理论上核聚变的功率可以提高将近8倍。所以我们来近距离看看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神奇的地形磁体就是现在这师傅正在做的，它重达10吨，高8英尺，它内部包含了惊人的165英里的这个超导带。它的形状不是随意设计的，这个地形的内直边它是主要提供主要约束力的，而它的外弧形呢是帮助它均匀分布磁场的。所以这个磁体它是如何工作呢？它利用超导体的零电阻的特性可以让巨大的电流无损耗的持续流动，从而产生稳定的强磁场。而且因为是高温超导体是吧，它可以在相对高的温度下工作，相比于传统超导体就是液氮的温度，这就大大简化了工程设计。那这种革命性的磁体CFS 正在建造的这个 Spark 实验堆中就变得与众不同了那么虽然它的体积是远小于 ITER 的，但是理论性能可能会更优越。那么Spark 它是将大约18个这样的地形磁体构成一个完整的磁场约束系统。它的目标是在2027年实现核聚变能量的净输出 Q 大于1这就意味着这个装置产生的能量将超过投入的能量，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如果能完成的话那 Spark 使用的是这种就是所谓刀穿的这种聚变反应这两种氢的同位素在超高温度大概1亿度下发生融合，产生氦原子和大量的能量，每次反应释放出大概的 17.6 兆电子伏特的这个能量，这比化学反应要强大得多。那燃料从哪里来呢？这个刀可以从海水中提取能量几乎是无限的，而氚呢就是通过特殊的这种工程设计，用锂材料在反应过程中自行产生，这就形成了一个自给自给自足的这么一个燃料循环系统。所以这个装置采用了精心的这种模块化设计，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等离子体的核心系统磁场系统、冷却系统、能量控制系统、诊断系统等等。所以这种设计让开发和维护呢就变得更加可行，也大大降低了这个工程难度。所以呢CFS 的野心当然还不止这些在最近就是刚刚2024年12月，他们宣布要在弗吉尼亚州建造首座的商业聚变核反应堆计划在2030年初投入运营。所以这座电站的设计功率呢是400兆瓦，能够为15万户家庭供电。而且公司现在已经获得了
20亿美元的原始投资啊，投资者呢包括比尔盖茨啊、谷歌呀、和意大利能源巨头 ENI， 这就显示了整个市场啊对这项技术的信心。当然了，要实现商业化，其实还面临了很多挑战，是吧？一个是材料科学的极限，那么等离子体控制的这种稳定性，还有呢工程实现的这种可靠性，165英里的超导磁体圈啊，还有就是成本控制啊。但是 CFS 的方案啊显示出来的独特的优势，就是用更强的磁场呢带来更小的装置，用更小的装置呢就意味着更低的维护成本。所以模块化的设计呢，它便于维护和升级。再一个呢，就是建设周期更短，投资风险更低。所以 CFS 的创新啊，告诉我们呢，有时候啊，突破不一定全靠革命性的发明，而是通过就是说深入理解这个基础物理定律，找到工程实现的新途径啊。比如像马斯克那样，是吧？他们没有试图推翻这个托克马克装置，而是让它变得更好、更实用。是吧？所以呢，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可能性啊，也许在这个10年结束之前，人类啊就能最终驯服太阳的力量，开启真正的清洁能源时代。正如这个 CFS 的首席执行官鲍勃马嘎德他说，我们不仅让核聚变变为可能，而且让它变得实用。现在呢，我们是说只能拭目以待了，看看这家充满创新精神的公司能否带来我们迈入核聚变的新时代。谢谢收看，再会。